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其实我始终我内心其实是一个中国人。对呀，没有变。对呀。印尼，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却也是生活的最坎坷、最腥风血雨的国家。上世纪，这片土地上曾发生的动荡，已经渐渐被时光抚平。如今华人们在印尼生活的怎样？中华文化在印尼有着怎样的地位？大家好，我是佳佳。大家好，我是谁来着？你是老六吗？我是刘洋，云游四海，特约旅行家，带您看遍山川湖海。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千岛之国印尼。大家猜得到我现在在哪儿吗？猜不到的话，看看我后面的牌坊啊。这个牌坊其实还蛮高大气派的，上面是用印尼文和英文写的这个现在的地名。我现在就在印尼雅加达的唐人街，我后面这个牌坊上面就是这个英文也写清楚了 ，Chinatown Jakarta。这么高大气派的一个牌坊啊，上面雕龙画凤啊，中国元素拉满，但真的是没有一个中国字儿。在这个城楼旁边，我看到了这样一幅老照片啊。这个牌坊啊，最早是在1937年开始修建的，就是老牌坊。后面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啊，这个城门楼就毁坏了。22年才新建的。在这个老照片上面，我们看到啊，以前的这个牌坊是有3个很大的汉字的，写着唐城坊。走在这个建筑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感觉特别像老广州那种感觉？对，就好像走在那个西关那边大街的那种感觉，就是在骑楼里头穿梭。对对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在整个这个唐人街里头，中国元素的东西，其实你卖的产品，其实我们见的挺多的，但是这个汉字好像在街道上不是特别多，你有没有发现？对，很多都是那个看不懂啊，印尼文看不懂，印尼文字标的都挺大的啊。你来看啊，看这个上面写的这个中国字，它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克制的啊。而且我也还发现，其实这条街虽然说是唐人街啊，但并不是所有面孔都是华人面孔，也有一部分就是那种印尼其他的民族的那种面孔。早在明朝时，就陆续有大量中国人来印尼定居。在100多年前，雅加达的这片街区就已经是华人聚居区。如今仅仅是到唐人街走马观花，很难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中华文化。那么如果沉浸式的深入其中，是否会有不同的感受呢？路边有摆的好多小摊儿，都是一些小商品批发的感觉，就好像是那种到了上下九那种批发市场一样。然后这边有好几个摊位，就是这种专门卖这种红包的，是专门卖红包的。可见这边的人其实这个送礼的这种习俗可能还是保持得挺好的。逛完路边杂乱的集市，感觉似乎抓住了一丝丝中华文化在印尼的脉络。走进餐厅里准备吃午饭，没想到餐厅里的一幕却令人哭笑不得。就在印尼唐人街的一家餐厅，这家餐厅呢，就是有可以唱卡拉 OK 的这个大妈点的一首《辣辣》，这首歌一响起，我就感觉瞬间就像置身在国内的一个社区餐厅一样。歌声这首歌其实也挺好听的，大妈唱的还是挺不错的。没想到这首歌他们都会。看了一下这个屏幕上的那个歌词啊，50%以上其实都是打错了字的啊。从他那个打错了字里头，根本就很难了解到这首歌到底唱的是啥啊。但是这个还是完整的把这首歌给唱出来了。所以说音乐没有国界啊，但是翻译那个字的人啊，应该是中文水平绝对是不高的。随着在唐人街的深入探访，我发现刚开始觉得这里没有什么中华文化的想法，还是显得有些片面。不大的街区里坐落着10几家大大小小的中药房，每一家生意似乎都还不错。在这个药房里面，我们看到了好多就是非常传统的东西，就像这个服务规则，就感觉像是那种我们看那种民国时期的电视剧那种老药房、老药铺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您这边总共有多少种不同的中药啊？多少种？哇，你算一下就知道了。600多种。对啊，600多种，对，至少大几百种药，哇，真的很多很多。对呀。很全面的。你是这边本地的华人吗？对。
你们家是哪一辈来到这边的了？爷爷那一辈啊。这些药材都是从中国来的吗？对，像这边是华人买这些药比较多，还是也有印尼人也有。他们都懂这些药吗？他不懂，看医生看不好就是来找中医。那我很好奇一点，就是在这个唐人街里头，为什么就是中文为什么比较少？那时候他们不敢写啊。哦，就是这个是当地政府他要管的，就不准你写中文。对，现在是可以写汉字。可以啊。可以，但是还是很少啊。对啊。生病看病啊，就是大部分还是来看中医的居多，是吧？没有，比较多去看那个西医的。西医的啊，因为他有免费的。哦，免费医疗。对啊，免费医疗啊。就看不好他才会看。才会看中医。像您经历过就是那个啥，就是当年就是不允许你们用文字啊，或者说学习汉语的那个时期吗？在这个地方。排华嘛。那时候你们会有危险吗？有的就是跑了。跑了。有钱跑到新加坡了。哦。没有的就是跑到乡下。乡下住起来。就是他们排华都是采取的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呢？就是抢啊，残杀这个民众啊，这种。那时候有是非常多的人。有强奸啊，什么都有。药店他没有抢，他要抢什么？他都抢的是那个电器啦。哦，值钱的东西。就是你那个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害怕吗？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就是我们要保护家人哦。对。老人家都是叫他去新加坡了。哦。那飞机票特别贵。就是一些这个没有工作的哦，军队的也有了。自己有工作的或者怎么样，他们其实是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不会。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华人不管你是第几代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种就是还是叫客居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感觉？就是其实我始终我内心其实是一个中国人。对呀，没有变。对呀。我始终感觉我是好像是只是住在这个地方而已的。对。我只是在这地方生活。对，就工作挣钱。哎，对。挣钱而已。对。所以说我之前听说的不知道准不准确。其实，在印尼这个国家当中，咱们就是华人还是算是比较富有的，可以这么说吗？相对。对啊，因为我们华人比较勤劳嘛。比较勤劳，对。刻苦，对。药房老板坦诚的一番话，解释了我们心里的诸多疑惑。残酷的经历，历史的磨难，并没有改变血脉中的传承。正准备离去时，我们看到一家店。招牌上大大方方地写着汉字，十分醒目。我们决定进去看看。这是一家带着一点像南洋风跟中式风混合的一种装修风格的一个茶室，也是吃东西的地方啊。其实能够在国外把这种中式的茶文化来做成这样一间茶室的，还蛮少见的。这边呢就是一个那种像主人桌啊。后面还摆着几件那个中式的瓷器，看上去应该还是蛮古色古香的感觉。其实更像广东地区喝早茶的地方哈。广东人、福建人其实都比较爱喝茶的啊，所以说他们把这个茶文化带到这边来，现在开成这种茶室，在这边其实受众真的还是应该蛮广的。这家茶馆呢所提供的茶品其实也不少啊，有10多种。但是我这边翻过来之后，发现它还有极品茶，一看。这个老板他就是一个懂茶的人。这里头的茶是什么呢？就是冰岛生普，还有就是极品的熟普啊。没想到在雅加达这个地方应该也是有很多人呢，就是非常喜欢喝茶的。如果说是没有这么一个茶的文化没有一个就是熟知这种茶文化的这一帮子人我相信也没有人为他买单。就是说，这种茶文化到了海外之后，这些华人呢，其实他们也没有随着地区的改变他们去变化了他们的这种冲泡方式，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一些方式吧。此刻，我眼前的这条唐人街，如同一条壮阔但平静的河流，波澜不惊的水面之下，暗流涌动。中华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不曾消退。这一条没有太多汉字的唐人街。是无奈，是妥协，也是生存的智慧。